玩家紧急回腾绝区零 1.2 求生欲究竟有多强？和咱们从7月份开始玩的根本就不是绝区零 1.0，而是全网动态付费版试测。多人2代也多一点，绝区零现在兄妹能互换了，角色能上街了，周本没次数限制了，主线没走德子了，搞半天1.2入坑的玩家才是真正的太服玩家啊！那我们当初受的折磨算什么？所以绝区零这波到底是求生欲拉满，还是真的听到了玩家真正的声音？本期视频就来热评一下这次绝区零 1.2 改版到底有多激进。3点专注午觉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绝区零最强攻略。首先是主线全部改为 1.1 版本卧底蓝调同团的演出形式，大量的多人戏剧漫画穿插在线性箱庭探索过程中，带来了节奏极为流畅自然的剧情体验，再也不会出现之前第3章巴莱大厦救人救到一半先回家睡个觉的名场面了。当然，大家一直吐槽的走德子也没有完全删除，而是全部挪到了支线和委托里面。以后英大也还会继续推出预言之下、黄金城、帮部之域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任务。不过走德子也算是彰显神将带入能力的一种表现手法，在主线切掉走德子玩法后，无论是 1.1 的独家世界，还是 1.2 的活跃骑行，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主角神将兄妹的作用被极大的淡化了。HDD 的存在感也几乎被完全稀释。当然，这也是制作方大刀拓斧之下必然出现的阵痛期。后续如何更好的融合演出和玩法上的体验，也还需要制作方进行一定的权衡。而这次 1.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化，那就是时装的带人的操作功能。当然，现阶段只能操作凯撒、伯利斯上街，但端方也承诺了，后续 1.4 就会时装全角色上街游玩功能。这下终于可以360度欣赏当臭老婆了，所以大家更想用哪个角色探索街道呢？另一方面 1.2 在战斗体验上也有巨大的进步，最典型的莫多一致的移动端支持反向切人，还新增了预设编队，打深渊可以直接快速选出2队了，还可以无缝交换上下半的队伍，同时住院这种远程的锁敌判定也有了明显的优化。此外还有一些养成系列上的优化，首先是绝区零现在的默认咖啡不仅加量20体力，让大伙彻底摆脱了选择困难症，而且还不要钱了。那我严重怀疑丁曼大师是不是效仿某家连锁咖啡店，先跑去纳斯达特上市，然后疯狂补贴新爱丽都咖啡通通免费喝，然后是 1.2 开始每周3次的周本打完后也可以继续消耗体力打周本，同时你要通动商店现在也能直接购买周本材料来救急，这版本这种双倍活动的出现频率也会增加。除此之外，不少玩家应该都有被绝区零的时间系统给坑过，在新版本后，玩家在达到一定的神将等级后就可以自由更改游戏时间，再也不怕出多邀约放老婆嘚子了。整体来看，绝区零 1.0 到 1.2 之间3个月的改动，甚至已经超过了1测到东测时2年的改动，更别说后续还有一大堆优化，预计会在 1.4 版本时装，比如大招能量彻底分开，深渊战斗评级将不再和现实多少刀，带人也会推出更多的同行任务来丰富我们的日常体验。尤其是新剑雅建模优化也基本证实了雅小姐会在 1.4 前后时装，想凑小伙伴也可以准备攒菲林了。所以想第一时间把雅小姐取回家的小伙伴，先弹幕里偷波1吧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优化真的是量大短宝，其中也不乏一些能大幅提高游戏体验的实用优化。所以你最喜欢哪些优化？还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呢？希望大家能点这3年一起冲上热门，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